分享睇呢個轉到次週國際嘅節目現場，個禮拜嘅全球新聞短評，其實利用10分鐘嘅時間帶頭嚟打造天下大小事情。今日強悍有強度嘅韓系國防安全研究院嘅曾復生教授為大家來做評析。先生你好，記者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個禮拜頭一條新聞，先來關心嘅是喺呢下呢美國有外地嘅傳出講啊，呢下美國愛規劃軍艦經台20億美金按度來做安全費用，當中台灣會分到12億，當中未代表拜登對台灣嘅安全認識，先生有什麼觀察？有則新聞呢已經公布咧，但是呢美國嘅政府同美國嘅國會還冇正式宣布有則安全援助嘅一個條件啊，因為呢有報道佢講，本台灣12億美金本菲律賓有5億美金，越南有2億美金，還有其他太平洋島國沒有部分嘅安全嘅援助。主要嘅目的呢，需要資源也對國家強下來保護海上嘅安全一個架構，同時呢，要加強同也對國家加強也軍事訓練同軍事合作一個做法。所以呢，也雖然講美國政府同國會還冇正式公布，但是呢，也變成測試嘅可能性啦，挺高嘅啊。不過呢，也則新聞出來呢，其實呢有一個挺重要一個背景啊，也係背景就係在7月16日嗱。彭博新聞呢，佢公布也佢訪問川普前總統嘅一個interview也 interview 地位呢川普前總統佢公開出表示講如果按美國來保護嘅話，你台灣要付錢來付錢來保護台灣自家但是呢，也就講法呢就解讀是一種按台灣來付保護費嘅一個做法呢，全世界表示講震驚美國也種態度其實呢也唔係挺文明嘅一個做法。所以呢，7月17日美國嘅國務院發言人佢就公開表示講過去幾十年以來中華民國台灣全部係用自家嘅錢來支付同美國嘅軍購同美國買軍火來保護台灣。所以呢，喺中華民國自家出錢來保護佢自家國家嘅防衛所以呢也表示講就對美國川普總統提下保護費嘅一個講法啦，你有一個打臉嘅一個動作同時呢，挺重要一點講，其實呢也過去很多年來，你中華民國呢全部喺西太平洋挺重要一個國家，維護台灣海峽嘅和平問題呢係一個國際嘅責任，同時呢同國際理念相同嘅國家傾下來合作，同美國之間呢一個合作呢要傾向做嘢嘅事情。所以呢整體來看呢，你中華民國台灣呢係用自家嘅錢來保護自家，同時呢擔負國際嘅責任，也國際嘅責任呢同美國同理念相同嘅國家傾向合作，也係挺重要一個安全嘅責任。其實嚟關心嘅係中國之前係牽線嘅法塔同哈馬斯同巴勒斯坦地區嘅派內，而家係太火計先生有什麼觀察？也擺喺北京而且7月18號到23號有請也巴勒斯坦有14隻派系嘅領導人來北京開會希望到咧從大家團結起來，向下推出一個新嘅領導嘅一個巴勒斯坦嘅政府來向下來對付以色列，還有從在國際社會上來做嘢就強調巴勒斯坦國係一個獨立嘅國家，同時做得參加聯合國所以呢中國也就做法呢，當然也把呢14隻巴勒斯坦嘅派系向下簽字願意來團結起來，簽一個呢北京宣言。也北京宣言最重要一個重點是講，選出也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亦屬法塔組織呢來代表巴勒斯坦14隻派系，成為國際社會上唯一嘅合法嘅代表。也唯一合法嘅代表呢，就講未來呢加沙走廊嘅事情結束以後呢同樣由也巴勒斯坦嘅法塔組織呢來成立治理嘅政府，同時呢讓加沙走廊嘅巴勒斯坦人同嘅約旦河西岸嘅巴勒斯坦人向下來合作鞏固成為一個新嘅巴勒斯坦國所以呢，也擺呢北京宣言很重要一個條件。中國的外交部長王毅呢，佢就提出一個加沙走廊同巴勒斯坦問題嘅3步驟。
喺三步驟呢，第一就盡快的全面性結束這個加沙走廊嘅戰爭，同時呢用嘅國際援助嘅物資做啲進入加沙走廊來解決人道嘅危機。第二條呢，需要推動由巴勒斯坦人來治理巴勒斯坦嘅地區，也包括加沙走廊同約旦河西岸全部係由巴勒斯坦人來治理。第三就需要推動巴勒斯坦建立巴勒斯坦國來進入聯合國，同時呢推動兩國方案。但是呢，中國也擺做法呢，當然團結的巴勒斯坦呢，哈馬斯武裝集團同樣法塔組織也兩隻替代派系。不過呢，以色列佢堅決反對也兩國方案，同時呢，佢強調呢，要縮轉呢個加沙走廊猶太人固有的土地。所以呢，中國也嘅做法呢，未成功冇成功，還有潛在挑戰。其實我哋看到嘅係下呢，國防界書記都表示，美國經濟看起來係好嘅，聯準會清潔9年會降息，年內呢可能唔止降息幾多，形勢樣樣看咯。聯準會愛降息唔會降息啦，影響到全世界嘅股市、債市同匯市嘅一個變動所以呢，大家全部清關心。但是呢，也無人知幾時呢，聯準會會降息所以呢，大家全部清關心也變化。最近呢，你有冇注意到呢？美國的CPI 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開始有下降一個趨勢，也代表講呢也通貨膨脹一個嚴重性慢慢起發同時呢6月份呢，美國的失業率開始有上升的一個趨勢到4.1%的數字，所以呢也兩個條件讓青島的觀察人士認為講為聯準會降息做一個新的一個鋪路的一個動作不過呢，你注意到呢，美國聯準會的主席鮑爾佢在7月15號呢，也就公開表示講，第一條美國聯準會會降息唔會降息同政治冇關係佢指責呢，就係用美國通貨膨脹做啲下降，所以呢聯準會降息唔會降息呢，最重要就考量係用通貨膨脹達到一個2% 2% 的一個水準，按呢話而出做得達到用美國的經濟軟着陸所以呢，佢正義呢宣揚美國做得有效來對抗通貨膨脹嚴重性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所以呢降息唔會降息呢，最重要考量講對通貨膨脹係唔會有效來控制不過呢，你也出現一個新的一個狀況，這個新的狀況就是美國的總統大選你也川普因為佢大難不死所以呢佢當選美國剩餘嘅當選美國總統的可能性越來越高。同時呢，川普佢提出嘅政治經濟嘅政策最重要一點就要提高關稅，要提高關稅呢，很明顯就會造成新的通貨膨脹嘅壓力所以呢，美國嘅聯準會佢評估講，如果講4月川普嘅當選要提出嘅政治經濟嘅政策提出對所有嘅進口嘅產品加關稅嘅話，當然美國嘅通貨膨脹會再度興起聯準會降息唔會降息呢，需要考量也新的變數。所以呢9月份美國的聯準會會降息唔會降息，還係一個潛在問號。前面條新聞呢關心嘅是係美國總統拜登宣布退選了後呢，下就副總統賀錦麗來繼續選落去看起來民調又過增加，先至很有觀察其實帶領民主黨反敗為勝也拜民主黨一個政治上的一個大變動其實呢係有跡可循，因為呢拜登總統佢嘅表現讓青島人失望，同時呢多數嘅民調咪清楚推講呢多數嘅美國嘅青島嘅州全部對佢嘅支持下降，所以呢佢也拜連任美國總統嘅機會越來越細所以呢拜登總統呢佢就決定推選讓也推薦也副總統賀錦麗來做總統嘅候選人，但是呢美國嘅
民主黨佢要有青島其他人士有意思講嘅爭取來選下總統啊。不過呢以下因為美國嘅民主黨佢擔心，如果嚟競爭開放競爭也總統候選人嘅話，會造成民主黨嘅分裂，也就分裂啦，就會影響到也435席嘅眾議員、國會眾議員嘅選舉嘅結果，同時咩會影響到美國34席咧參議國會參議院改選嘅一個結果，還有13席咧美國主張嘅改選。如果講美國民主黨分裂嘅話呢，會影響到也規個國會參眾兩院嘅一個改選嘅結果。如果造成講總統同國會嘅眾議院、參議院全部係由共和黨嚟拿起嘅話，也民主黨繼續參咧嚇。所以呢，所以多數嘅民主黨嘅人士就決定也支持希吉利啦來參選美國嘅總統。不同時呢，亦係賀錦麗啊，佢來當選總統候選人以後呢，佢表現越來越好。你注意到呢，佢特別提出嚟講，也把選舉嘅自由對抗也係恐怖一個極權嘅一個限制，同時呢，佢強調獨裁自主權也就自由意志嘅決定，也對美國嘅婦女、年輕人年輕人呢、後生人呢，全部要親太吸引力啊！所以呢，也短短一個禮拜佢就吸收到1.2億美金嘅一個政治嘅捐款，也代表講賀錦麗呢，也後市可期，也川普總統誒，佢也擺選舉沒冇按簡單事做的選到總統誒。我哋先生帶來嘅評析，禮拜日回顧嘅新聞同亞太時區有關係，韓國以下戰爭嘅後續，另外是美國經濟同大選嘅議題。先看一下等小幕後單元來關心嘅係北約組織75年嘅轉變。